OK，我们直接进入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老实说，50岁以上的朋友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切身挑战。到底要怎么维持我们的行动力，把身体的地基真正给打稳？大家心里都有数嘛。年纪到了，想维持身体机能，可不能光靠顺其自然，得讲求一点科学策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破解一个抗老圈里超级巨大的迷思。说真的，如果你现在跑去问那些生物骇客或是长寿医学的狂热分子，嘿，如果这辈子只能选一种生态来逆转老化，你会选什么？我敢说，他们给出的答案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几乎完全不切实际。你绝对会听到他们马上抛出一堆听起来超炫、超前卫的化学名词。没错，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是那些还在实验室里的尖端化合物，但这其实是个盲点，他们完全忽略了一个就在我们身边、超级实用，而且有满满科学实证在背后撑腰的解决方案。真的，我们很容易被那些拼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给糊弄了，反而忘记了那些最基本却也最能实实在在保护我们身体结构的好东西。那在揭晓答案之前，我们先快速对焦一下胜肽的概念。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行电脑程式码，一种生物学上的软体指令，就像圈内很红的 BPC17 或者是 MOTCC， 它们进到体内，就像是在对你的细胞大喊：哎，动起来，开始修复啦！或者是赶快给我制造能量啊！简单来说，它就是负责传递讯号的信差。不过，在我们继续聊这些神奇的程式码之前，我们得先来面对一个，说实话有点吓人的数字15。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统计，这15年就是我们一般人实际活着的寿命和卧床失能之间的平均落差。换言之，有很多人在生命的最后15年是只能躺在床上，失去心脏自由的。这听起来真的很残酷，对吧？但这正是我们今天要一起解决的核心痛点。你想一下，过了50岁之后，我们面临的真正威胁是什么？我们把身体想象成一栋大楼好了，很多时候让我们走不动、跑不了的，根本不是里面的软体当机，而是这栋楼的钢筋水泥，也就是我们的宏观结构，正在慢慢崩塌。像是关节软骨严重磨损啦，骨质密度直线下降导致的骨折风险啦，还有血管跟皮肤失去弹性，这些实实在在的物理损伤，才是真正吃掉我们健康余命的元凶。咱们来做个超级直接的对比就懂了。一边是名气响叮当的实验性胜肽 BPC157，没错，它的修复力确实很狂，但客观来讲，它连美国 FDA 的人体临床核准都没拿到，甚至还是世界运动禁药机构黑名单上的常客。你通常只能在灰色地带偷偷买，打一针还贵得吓人。那另一边呢，就是我们今天超级务实的秘密武器，完全合法、随手可得的小分子水解胶原蛋白胜肽。就像我刚才说的，大楼都快塌了，你总不能只靠更新软体来修补吧？你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钢筋鹰架，而这种分子量特别小，小于3000到耳吞的分子，就是我们把身体结构重新盖回去的最佳捷径。它不止安全，还能精准命中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结构崩塌危机，这才是真正的对症下药啊！这里面的生物学机制真的超级迷人。听好咯，这些小分子胜肽，它可不只是被动躺在那边的砖块而已哦。当分子量小到3000道尔顿以下的时候，它可以直接穿过肠道，跑到血液里，摇身一变成为超级精准的传令兵。像是我们常听到的 ProHype 或者是 HypeGlyde 这些二肽片段，他们会跑去把你体内偷懒的纤维母细胞给叫醒，大喊：嘿，给我起来制造新的胶原蛋白跟玻尿酸啦！你看，这简直是软体指令跟硬体建材的完美结合。所以大家懂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它能成为拯救我们行动力的终极救星。
我们拆开来看，第一型胜肽，它就像是导弹一样，精准锁定你的脊椎跟股骨，帮你把骨质密度补回来，预防那些要命的骨折，顺便还帮你重建皮肤的弹性。那第二型胜肽呢？它专攻你磨损的关节软骨，帮你修复它，大幅减轻你走路或爬楼梯卡卡的不舒服感。这不只是让你活得久，重点是让你能无痛、自由自在的到处趴趴走。而且最棒的一点是什么，你知道吗？比起刚刚讲的那些贵得离谱，又游走在法规边缘的针剂，这个方案简直是佛心来的，又简单又便宜。你完全不需要砸大钱，每天只要乖乖吃个5到10克的纯粉末，就这个量就足以启动你全身的修复引擎了，是不是超划算？再加上水解胶原蛋白胜肽在 FDA 的分类里是一般公认安全等级，你走到好事多或是巷口的药妆店，随便都能买到。每天早上泡咖啡或喝水的时候，顺手加进去搅一搅就好了，完全不用挨针，也不用打乱你原本的生活节奏。不过这边我要特别提醒一个小撇步，喝的时候千万别忘了搭配天然蔬果里的维生素 C。你可以把维生素 C 想象成汽车的火星塞，没有它，你这台胶原蛋白的合成引擎可是发不动的哦。好啦，最后我想留个问题给大家想想，与其去当白老鼠花大钱追逐那些高风险的实验性技术，我们为什么不趁现在用最安全、科学证据最满的日常保养，把我们身体的本钱给存好存满呢？毕竟能让你未来到处游山玩水的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好身体，对吧？希望今天的深度解析对你们有帮助，我们下次见咯。